川普真的好棒哦！自從川普當了總統之後，他就每天拿一個大鐵錘去摧毀美國，不同的層面，他都做得很徹底。那麼現在呢，他又把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大概打回倒退20年哦。電磁彈射是未來的主流趨勢，那麼蒸汽彈射已經是一個過去的一個老舊的技術了，大家都在往前走，只有你說，因為我往前走遇到了阻礙，所以我現在往後走。可是美國說走回就走回去了嗎？不行啊！第一個問題來了。供應鏈早就沒有了。再来看到的是美軍的航母怎麼回事？突然間開啟了倒車哦。今天會來關心到是福特級的電磁彈射要被改回到蒸汽彈射，而且艦島的位置現在也要改回以前哦。被專家形容是回到了1970年代的當時的尼米茲等級的航母，怎麼還往倒退了呢？另外就是會關心到的是美國的造船產能也告急了。另外呢，包括了在中東地區，現在美軍最大的問題還有補給線，現在也出了問題了。補給線已經拉長到3000公里的地方。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先來看到福特號，大家還記得嗎？我們上個禮拜有再稍微提一下，說他導入了巨資做這個電磁彈射，結果川普現在又說，我不要電磁彈射了，我決定呢要改回過去的蒸汽彈射。那現在還包括了有關於航母上面艦島的位置，他也說了艦島的位置要重新來做設計，回到以前艦島的位置上面。這對於接下來的戰力，等一下來請艦長幫我們看會有到底什麼樣子的影響呢？那現在的問題也就是說，美國的福特級的第4艘，這一個是多利斯的電磁彈射上面的工程都已經做到一半了，你現在硬要改回去蒸汽彈射，這成本又是另外一筆很大的預算吶，包括可能會達到數十億美元的預算，而且這工程期本來已經夠慢了，現在又要繼續的延長。那一艘100億美元等級的核動力航母，新系統才剛裝上去，現在是要全部砍掉重練，這樣子真的值得嗎？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川普提出了這樣子的一個想法，美國的海軍要有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改裝跟動作之外，還有就是美國的航母現在的整個造船體系，也就是它的產能也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所以川普接下來他打算怎麼做呢？他最新決定簽署的是國家安全備忘錄。好，簡單來說要做什麼呢？就是放寬部分，如果你已經在美國有投資船廠啊，或者取得美國船廠所有權的外國制造商呢，我允許你接下來可以在我們海外的母公司船廠建造最多2艘的美國的艦艇哦，但是你最後還是要交付給美國。那如果說呢是其他的艦艇的話，你則是必須一定要在美國的船廠來做生產。看得出哦，现在川普急於趕快提高它的生產，所以想出了其他的方法。再來，我們要來看到林肯號的部署了。現在在海上已經部署了超過9個月，200天的時間，高強度的作戰讓水兵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有人說呢，甚至有跳海的現象出現，而且有缺糧、缺物資等等的問題。後面的維修保養跟人力的調度也都出了問題哦。接下來要怎麼應對這種航母的這個維修費、維修債？也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先請教艦長，您如何看有關於川普提出來的第一個，就是有關於艦島的位置跟電磁彈射回去蒸汽彈射，這對美國來說戰力真的會有所提升嗎？成本的部分是不是又另外一筆非常大的花費？艦長怎麼看？首先，美國顯然他在做電磁彈射，他失敗了。那他失敗了，你想說，也許這真的很難嘛？可是，在同一時間，中國卻成功了。中國大陸，人家說，你怎麼知道中國大陸多成功？那福建艦現在是可以彈射，也許它有很多困難啊。福特艦以前也曾經彈射過啊。那我告訴你，有一個原因，你去想它就一定是非常成功。為什麼？因為電磁彈射只是做航母嘛。你有沒有發覺中國大陸洞拐6四川艦也裝了一條電磁彈射？它是完全沒有需求要把這個擺在上面，它也不必跟任何人去比較。可是它把電磁彈射擺在洞拐6，證明這個東西它是駕輕就熟，這個技術。那美國為什麼會失敗？其實電磁彈射它是非常的困難。我說給你聽，因為美國是用的叫做交流電，它為了使它能夠去滿足它的彈射，尼米茲號的發電量是1，這個福特艦的發電量是3，就是它增加了3倍啊，它幾乎翻天覆地的這個輪機裝備的改變。然後除此以外呢，因為它用的是這個交流電，交流電它必須要用一個轉子叫飛輪，那個飛輪一套電磁彈射有4個飛輪系統，所以它整個船上有16個
飛輪系統，它每一個飛輪系統是很大的東西，中間有一個關鍵的東西叫做轉子，那個轉子的直徑超過1公尺，有6.7噸，1分鐘轉6400轉，就第一大它可以轉110轉，嘩轉，它把電變成動能。那要彈射的時候，所以彈射的難度就在瞬間，我一個很大的電量彈出去，然後這個時候這個東西速度會降下來，就轉過來反過來產生一個電力。那它這個電力要多大？尼米茲號全艦的發電量是64兆瓦，福特艦4個電子彈射一次彈射，同時要使用65兆瓦，你就知道它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東西。那大家去想想看，那中國大陸怎麼克服的？中國大陸用直流電，直流電的純電哦，儲電不像那個轉子在那轉，它就擺電池裡。那電池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空間，我都可以擺進去。那個電池大大小小，我就一直摞起來，所以它的純不是問題。那很多人就在問，那美國這麼傻，他為什麼不用直流電？他也可以用直流電啊，他沒那個技術。什麼技術你知道嗎？我舉個例子，像現在你有個電子彈射在彈，對不對？當彈到一半卡住怎麼辦？就像你個電子彈在轉，我一個手給它抓住，不准它轉，馬達會燒掉。那這才是一個小的電，像電子彈射像我剛才說這麼大的電量，它會爆炸的。所以如果是直流電哦，因為直流電是持續有的，卡住的時候開關跳不開，它有一個斷電開關要跳開，它跳不開。交流電可以，交流電為什麼可以？你知道它上上下下，它有一個歸零，一歸零它就跳開了。那為什麼中國能夠克服直流電能夠跳開？這個問題你問我也不知道。你要問馬偉明，他是我心目中的叫電跟磁轉換的愛因斯坦，他突破了這個技術，美國突破不了。好，所以這個我們看到川普他一直想把電磁彈射改回蒸汽彈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認為這個故障率、失誤率實在太高了，所以呢，他想要改回蒸汽彈射。那為什麼不用直流電？剛剛艦長也說了嘛，這個跟不上中國大陸的直流電的這個技術。那同樣的問題，委員又如何看呢？接下來真的改回去嗎？那是不是又要耗費非常巨資的一個成本呢？对，我覺得川普真的好棒哦！就是自從川普當了總統之後，他就每天拿一個大鐵錘去摧毀美國，不同的層面哦，那麼他都做得很徹底。那麼現在呢，他又把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大概倒退20年哦。那麼因為就像剛才這個艦長提到的，電磁彈射是未來的主流趨勢啊。那麼蒸汽彈射已經是一個過去的一個老舊的這個技術了哦。那大家都在往前走。只有你說，因為我往前走遇到了阻礙，所以我現在往後走好了。那我簡單的幫大家介紹一下電磁彈射跟蒸汽彈射最大的幾個不同點哦。就電磁彈射最大的一個不同點的第一個點是動能可以精準調節，因為我們在做電磁彈射的時候啊，是用電轉成磁，所以我們光控制電量就可以轉變這個電磁的這個彈射的能量哦。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呢，你就可以做精準的調節。可是蒸汽彈射不行哦，蒸汽彈射它就是把這個蒸汽累積到一定的量的時候呢，它一次把這個能量釋放出來，然後把飛機彈射出去，所以這兩個差別是很大的哦。所以如果你今天做電磁彈射，你可以一次彈射一個，比如說2噸重的這個輕型的無人機，你也可以彈射35噸重的這個重型的艦載機，完全就是端賴於你要如何控制你的電量，然後就會決定你彈射的能量哦。那第二個問題來了。在機體的損耗上哦，因為電磁彈射它可以精準調節，所以呢，對於這個不管你是無人機或者是艦載機啊，機體的損耗的這個程度是稍微比較低的。可是大家想想哦，對於蒸汽彈射，它就是一股大力把你推出去了，那麼這對於機體的這個疲勞跟損耗來說，相對來說這個是影響很大的哦。然後第三，效率問題啊，就大家知道電磁彈射啊。光是我們用尼米茲級來比哦，電磁彈射的這個彈射的這個飛機的數量的這個效率哦，大概就比尼米茲級這個航空母艦多30%了。那差別在哪裡呢？我剛剛說過，因為電磁彈射它是用電力轉成磁力變成推力哦，在這樣的一個轉換的過程當中，你是快速的可以操作的。可是蒸汽不是哦，蒸汽你是要慢慢的累積這個壓力到一定的量的時候，你才能把它釋放出來。所以光你這個累積，你中間的這個間隔時間就很長了。所以在這裡，他們的效率上也比不過電磁彈射。所以你說今天這個川普說我現在要走回蒸汽彈射了，
當然我們樂觀其成。可是美國說走回就走回去了嗎？不行啊！第一個問題來了，供應鏈早就沒有了。當年做蒸汽彈射的公司已經倒閉了，所以呢，有技術的工人早就已經這個四散這個各地了哦，甚至零組件都沒有了。你怎麼現在走回蒸汽彈射呢？第二，你成本很高哎。各位知道，你做蒸汽彈射跟電磁彈射是要從整個航空母艦的設計上就要做調整了。這個艦長是行家，你想想看，你的航空母艦你要做蒸汽彈射，你的管線是怎麼拉的？你真的以為說一個蒸汽爐擺在那裡，它就可以把一個飛機彈出去了？沒這麼簡單的。所以它整個的管線要重拉。那你說你現在要改變，你是要把現有的航空母艦全部都拆了，重新去做這個艙體的這個隔離，然後重新把管線鋪下去嗎？這個成本有多高啊？那最後一個。你的戰力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本來美國的建軍計劃是這樣的，它的電磁彈射接下來，它要彈射它下一代的無人機。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MQ9 死神，它的下一代就是 MQ25，叫黃鯛魚。它本來是要用這個電磁彈射去彈射它的無人機的，包含彈射它的下一代的戰機，叫做 FAXX。可是現在都別提了。就如果你今天走回蒸汽彈射哦，那麼現在我們講的，它本來規劃的黃鯛魚跟這個 FAXX 到底能不能彈射得出去，這都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好，這是我們看到美国現在航母所出現的一個問題哦，就是川普一直想要把這個它的上面的系統改回到過去的系統，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美國因為呢在中東地區這邊大量的消耗，現在呢補給上面也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問題哦。我們來看到是什麼問題？首先呢，因為呢過去美國只要在中東需要補給的話，都是我們知道靠這個巴林這個基地，但是這個巴林基地不是被伊朗狂轟濫炸嗎？所以現在它的補給已經改到了在印度洋這邊的一個叫做迪耶戈加西亞島。好，這裡呢距離這個補給美軍的部分呢，大概要達到了3000多公里才有辦法進行補給，但是重點來了，其實在這個島上也不安全，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在今年的3月份，伊朗才對這個島發射了2枚的中程彈道飛彈，說要去打擊當地的英美聯合軍事基地哦。所以其實現在就算你要去這個島補給，也是有非常嚴重的問題的。好，這個是一個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關於中東現在的補給問題。華盛頓號我們剛剛也說了吧，現在要去從印太地區要去中東地區，再來就是無人機也在快速的消耗，死神無人機現在已經消耗損失45架，相當於庫存的1/4了。美軍說呢，死神無人機實在太貴了，我未來要造無人機的話，一定要造3000萬美元以下的无人機，但是呢，又要有 MQ9它的重要的這些核心的一些這些能力哦。楊老師怎麼看目前美軍碰到的瓶頸？目前美軍要進行到第2階段的消耗戰，第1階段是從2月28號一直到現在，那其實打了2次，從2月28號打到4月7號，美國軍事失敗，從7月7號又打到8月初，再一次的失敗。那但是呢，也過程當中消耗了伊朗上萬個不同的軍事民間的據點，3000多人死亡，7萬多人受傷。可是呢，並沒有因此消耗掉伊朗的彈藥跟無人機的庫存，反而造成整個海灣地區的美軍基地受到了攻擊。因為伊朗的不對稱的武力還有地理上的優勢，那美國呢就不敢去打地面戰爭。所以你就看到過去美國在21世紀進入到中東進行戰爭行為，其實伊朗是他一直啃不下的苦頭。那相對於阿富汗、伊拉克這個國家，伊朗雖然被制裁了數十年，但仍然是有它一定的軍事跟經濟，還有他們文明的韌性，所以就顯現出在進入第2階段的消耗戰，又能夠消耗多久呢？又能夠達到怎麼樣的戰略目標呢？我個人是一點都不樂觀。相反的，美國這邊倒過來是對美國的消耗，所以這個消耗戰不是消耗伊朗，是消耗美國。第一個是軍事層面，第二個是他的盟友以及在這邊海灣國家的這種安全合作關係跟信任關係層面。第三個當然最重要是對整個國際能源、國際經濟、美國經濟、美國政治層面。我覺得其實美國根本是消耗不下去的，只能夠不斷的撐下去，但最後呢
他可能還是要找一個下台階。川普的這場去中化，當時從晶片一直到稀土，現在正式擴大到了國防的供應鏈。所以最新的消息是，美國的國防部接下來會收緊採購的豁免規則，限制這些國防的承包商。他說啊，接下來你們都不可以再採購跟中國大陸有關的關鍵的礦物跟原料了。這當中包括了鋁哦。川普說呢，這個鋁的製造廠我們也要自己來做，那所以呢，他就鼓勵外資來這邊設廠造鋁哦。那我們看到這個鋁目前的狀況是說，50%的這個鋁關稅，再加上伊朗戰火的波及呢，在美國當地啊，鋁已經飆升到每噸$6100了，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鋁溢價已經接近到翻倍的關稅去了。所以我們剛剛提了嘛，川普就說，那外資們你們趕快來這邊投資吧，如果你們願意來這邊設廠的話呢，我們的關稅就會從50%直接降一半到25%啊。但是關鍵來了，這些外資會願意來嗎？因為要知道哦，你需要在這邊建鋁廠的話，你需要大量的水，還有大量的電等等。那美國現在這些資源的成本又這麼的高，那這樣總計起來可能要花費數十億美元才能投資哦。那而且這個回收率呢，可能長達10年之久。那外資還願意來嗎？這個就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那外資還沒有來之前，我們看到因為川普的關稅對鋁課徵了50%的關稅，現在美國的企業早就已經叫苦連天了。這些企業包含了哪一些呢？先來看到美國最大的鋁公司這一家，他說呢，在關稅成本之下，他光是 Q1 第一季的這個損失就高達了2000萬美元。其他汽車大廠也拉起了警報，這當中包括了福特汽車還有 Tesla， 他們說面臨採購成本大增，原因就是鋁庫存已經不夠了，拉起了警報。每輛汽車成本在美國現在呢，增加了大約是每台400美元，新建案住宅平均也會增加大約是1萬美元左右。那現在怎麼辦呢？包括了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更是收緊了對美國稀土的出口，光是上半年稀土就大減了20%，一沒有稀土的，直接衝擊到的就是美國的軍工了。包括了這一家製造無人機推進馬達的公司，因為這個稀土短缺、磁材短缺，它的訂單被迫延期，最多達到2個月。再來這一家美國的國防公司，它生產飛彈紅外線感測器的，沒有了這個鍺的庫存，已經降至安全的庫存，對於他們的生產也出現了非常大的壓力。部分的這個國防材料的價格已經飆升到限制前的5倍以上，甚至有一些關鍵的材料暴漲，達到了60倍的一個價格。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現在川普說了，我們要全面的斷掉中國供應鏈，國防承包商也禁止購買中國大陸的材料，還祭出希望外資來蓋鋁廠等等啊。那麼投資的金額會非常多，可能達到數十億美元，這些外資還會來嗎？川普的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嗎？那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川普旁邊的這些公務人員或者是他的顧問，我覺得他們本身真的是有問題了。他們不食人間煙火，或是他們對於美國的業者啊，他們的情況真的是了解不多。像納瓦羅，他就認為說應該對中國大陸全面性的制裁，要全面性的斷供等等的。可是他不知道美國的本錢到底有多少，美國的底還剩下多少？您談到有關於鋁，例如說冰箱要鋁，鋁門窗，我們講的建築業要鋁，汽車工業要鋁，有多少地方它都需要鋁，造船業要鋁，飛機工業要鋁，到處都是需要鋁的這個製品。可是問題就在於你美國，你想把鋁業把它拉到美國來，大家要問的就是說，你的礦產的開採跟在印尼或者其他地方的開採成本到底差多少？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你的水資源夠不夠？你的電的成本高還是不高？你的本身的這些勞工的水平高還是不高？能不能募集到足夠的勞工等等的？那再加上運輸，你所有的這些都計算在內的時候，我想很多人他就會開始去思考了，說那我把我的工廠搬到美國來，在你美國的鋁礦產的區域裡面來設，那你這些基礎的設施、配套措施、交通運輸，我整還有就是你的工會的影響，你的電力的
的價格、你的人工的價格什麼等等的，甚至最重要就是說你的勞动力能不能充沛的供應，這些都不夠的情形下的時候，那他算完了，你的關稅減25%，怎麼會有吸引力？沒有吸引力的。既然沒有吸引力，他怎麼會去設廠呢？所以你看，川普的這個關稅戰已經打了1年多了，打到現在沒有幾家公司回到美國去設廠啊，包括美國自己的公司都並不多回去美國設廠，更不用講外國公司跑到美國設廠了。那這樣的情形對於美國來說的話，你的所有的關稅政策事實上是失效的，因為你沒有辦法激起你的公司跟外國的公司到你美國來投資，除了台積電以外。好，現在的情況就是美國你非但吸引不了，而且你的關稅是國內廠商自己吸收，所以為什麼美國的汽車業者他們會叫苦連天？就是因為是你美國的進口商吸收嘛。怎麼會這個道理你川普到今天還是不懂呢？那我個人認為，以川普的目前的一個做法，他事實上要跟中國大陸切斷關係，他做不到，而且對於他來講，只會讓國力更加的衰敗而已。好，所以川普執意要切斷跟中國大陸的關係，那現在受害的就是最直接的就是企業嘛，他們叫苦連天。那現在怎麼辦？哪一些企業影響有多深？對於美國企業的影響，重創到底又有多大？那酈將軍怎麼看？我先講一個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自己開的車子，這個不小心這個自己擦撞到了，後面屁股被擦撞到。那我想說，一個凹進去一塊嘛，這個認識的這個修車的朋友打電話給他，我說你可不可以幫我鈑金一下？他說你那塊這個他先確定一下是鋼還是鋁的，他叫我拿一個吸鐵去吸吸看。他說吸鐵吸吸看，如果吸得住的話，就代表是鋼材，那可以鈑金。如果說是吸不住的話，那代表鋁哈，那你可能整片都要原廠換掉，那成本那修起來工資就很高。那後來我才了解到，原來很多汽車现在來講，它不用鐵哈，它用鋼啊，用鋁。為什麼用鋁呢？因為比較輕，就跟飛機一樣。飛機為什麼要用鋁？它比較輕嘛。你想想看，如果一架飛機那麼大，如果都用鋼來制造的話，那飛機重的可能就起飛不了了。那汽車用鋁來講的話，它當然可以更省油哈，這個跑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為什麼這就是福特 F150的皮卡哈，原來是用鋼打造的車身，現在要用鋁，因為它可以更輕、更省油。那其實鋁的用途不止在民生方面，不只是汽車而已。我們經常包括喝汽水的你的易開罐包括你的洗衣機包括到這個烘乾機等等來講的話，都少不了這個鋁這種元素。那甚至於更高一層來講的話，包括軍工業導彈啊，或者是這個戰機啦更少不了鋁。所以鋁的需求對美國來講的話是非常的至關重要的，但是為什麼美國現在這麼至關重要的這種鋁這種材料來講的話價格會飆漲到每噸到6100美元？6100美元是什麼？是已經是翻1倍的漲價了。對，我第一個原因是美國自己對於鋁提煉的冶煉的技術已經這個萎縮了哈。在2000年的時候，美國這個鋁冶煉的工廠有22家工廠在冶煉，那到今年只剩幾家？只剩4家，所以它自己產能很明顯的不夠。那原来它可以每年可以到達煉出370噸的鋁，現在來講每年只能煉67噸，整整少了將近快360噸，所以美國自己能源不夠。第二個當然跟這個波斯灣這次的打仗有關波灣戰爭，你知道這個中東這個是全世界最大的鋁冶煉的這個產能占9%，有2個大公司了，一個是位於阿聯的環球鋁業，一個是位於巴林的鋁業這2家公司是分別占了全世界鋁冶煉的9%，產量是非常大。但是由於這次這個波灣戰爭，它遭受到攻擊，然後荷姆斯海峽又被封鎖，所以它冶煉出來的鋁很難再運到美國去，這也是造成鋁漲價的第2個原因。第3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也是美國自己搬石頭砸自己腳，它自己搞關稅。這個第一季來講的話，就是我們這邊講，第一季它因為增加關稅你自己這個鋁你本來就要進口我們這個川普不是他原來鋁的這種進口大概就關稅只有25%，他把它提高到50%，你這不是搬石頭在砸自己腳嗎？所以說你美國因為提高關稅，然後造成自己的成本增加很多，所以這個第一季來講的話，有一家美國鋁的這種巨頭來產業界的巨頭來講，
他光這個成本就損失了2000萬美元。所以我覺得美國自己這都是他們自己搞的，川普自己搞的，自己又要打仗，自己又要降關稅，好，然後自己產能又不夠，所以未來是不是有很多的這個製造業來講的話，你就必須要跟中國結合在一起，不然的話，你自己來講的話是很難這個自己滿足自己的需求。对，好，所以这樣整體來講的話，川普到底有沒有辦法真的做到美國製造呢？因為真的很矛盾哦，他這個美國缺鋁，但是他還是要斷了這個來自於其他國家課高關稅哦，是不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呢？那另外我們也看到說，其實美國要發展製造業，現在另外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缺工的問題。那尤其呢，我們看到在海上哦，一年中國大陸可以造1000艘船，美國只有個位數，一年只能現在預估3艘哦，這是來自於最新播客中國大陸的一位播客的說法。那我們也來看到說，目前的美國職缺的部分，750萬個製造業技職缺都是找不到人的，光是海軍潛艦的建造就缺了40萬名的焊工，還有電工，還能夠去中化嗎？那楊老師怎麼看？美國要製造業回流，做得到，很少部分做得到，基本上應該就是高附加價值的戰略產業，也就是他願意花大錢，然後呢，整個相關的設計、製造到使用，客戶都是自己美國人，那因此呢，特別像是半導體或者是 AI 以及生物製藥等等之類，他就把這些高附加價值、成本高的維持在自己本土裡面，繼續的賺錢。這個也許他做得到，其他的我覺得完全做不到。那第二個回答問題就是有沒有可能跟中國去切斷相互的，就是這種製造的關係啊？那我覺得基本上完全不可能。而且你看昨天。王毅跟 Rubio 在馬尼拉的會議當中，其實就已經確認了9月份，習近平應該會前往美國訪問。那這樣子的一個框架建立起來之後呢，美國基本上就是把他自己最核心的部分，他要把它框起來，其他的部分大概都維持之前的全球化跟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但是其他的部分為什麼做不起來？3大因素很簡單，其實沒有原料。你剛剛講了鋁啊、鎳啊、鋰啊。第二個。這個沒有原料之外呢，它也沒有這個稀土關鍵的礦產，那這個是第一個。那第二個，那思敏剛才講，沒有工人，沒有技術人才，最重要沒有技術。鎳、鋁、稀土這麼簡單，你挖出來就可以用嗎？這個也就是證明，其實這個技術才是真正的關鍵。中國掌控這個技術啊。那第三個呢，也就是它根本沒有那個完整的。這個所謂的產業鏈，對啊，生態系啊，以及群聚的效應，因此他就希望說，把台積電，因為台積電代表不是只有一個廠，台積電代表是整個台灣的半導體的產業，整個都往美國移，那個是一個產業鏈，一個生態系的移動。那他在這個方面倒是做的，就是說不錯。應該講他做的不錯，還是我們台灣配合的不錯哈？這個剛才賴老師的態度就告訴我們。所以呢。這方面也許他真的做得到哦，你花大錢，然後呢提高成本，可是其他的部分呢，我覺得他很困難。那至於說你要跟中國去脫鈎斷鏈，這老早已經確認。其實10年之前他想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孤島，讓中國的科技發展這個停滯，結果10年之後呢，你就看到其實變得孤島化的呢，反而是美國了。第一個。川普喊說地獄之門要打開了，但是現在怎麼看起來地獄真的先降臨在美軍的身上呢？等一下我們會來解析，包括了伊朗的飛彈已經5天4次的襲擊美軍的基地，地下飛彈城現在呢這個基地的庫存甚至重啟了，難道美軍低估了伊朗的反擊能力嗎？第二件事情，現在是連美軍的第5艦隊所在地，也就是最近被狂轟的巴林都出現了，竟然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制的近程防空系統，怎麼回事？現在海灣的盟友是不是在重新美國到底有沒有能力保護他們，所以改用中國武器了呢？再來第3個事情，來看到伊朗現在精準打擊了美方 CIA 的秘密據點，背後還說有俄羅斯它的情報跟衛星做支援，如果美國的情報網真的被突破了話，
戰爭會不會進入更危險的階段呢？今天就3個議題，我們會請來賓幫我們做深度的剖析。好，我們來看到最新進度是川普的放話，從現在開始，只要伊朗敢去攻擊任何荷姆茲海峽周邊的船只，川普說他都會直接報復。那他說呢，打擊的範圍也非常的廣，他會立即轟炸伊朗的民用的橋梁或者是他們的發電廠，並且揚言已經命令美軍接下來要打開地獄之門了。話是這麼喊，伊朗是立刻有動作了，立刻回嗆。如果川普敢炸他們的基礎建設，就會鎖定這一些美軍在中東的石油、天然氣，甚至是電力的設施，這些盟友們的設施，阻止任何一滴石油可以出口。伊朗的外長也怒嗆，會以眼還眼，任何侵略都會迎來最大、強烈、決定性的一個報復行動。立刻來看到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針對於美伊戰事做的這個直接的攻勢，伊朗已經5天4度的攻擊約旦基地了，一共是造成3名美軍陣亡，數十人受傷，多架直升機也都被摧毀。而且傳出呢，伊朗一共是發射了3枚的飛彈，分別命中了當地的機庫、營房、體育館。重點來了，伊朗說他們現在呢，飛彈的命中率甚至可以高達100%。而今天呢，我們就軍武面來看到一些具體的軍事武器，也就是德黑蘭最新祭出的這一款中程飛彈，它叫做城堡破壞者。好，它具有什麼樣的一個小檔案？我們來看哦，它採用的是固體的燃料，透過衛星可以做導航，甚至射程達到900公里以上。意思就是說，它其實是可以覆蓋波灣的整個美軍基地的，配備機動重返大氣層的彈頭，所以可以閃避美軍的防空系統。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還說呢，除了使用這種中程飛彈之外，我們還搭配了各種的攻勢，也就是飛彈加上無人機。那麼飛彈的部分，他們也特別提到了，除了法塔之外，還有各式的飛彈。那麼見證者無人機，甚至是其他的巡弋飛彈也用上了。英國的軍官特別指，這一次伊朗的攻勢就叫做混合打法，混合了飛彈加上無人機來協同，做上一個史上最高的一個境界的打法。也就是先用低空的無人機來干擾他們的防空系統，最後再用高速飛彈進行精準的打擊。現在呢，美國要擔心的事情還有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最新報道，伊朗的地下基地已經恢復運作了。原本呢，赫格塞斯跟川普是說呢，這個地方的這個飛彈庫存只剩2成而已，現在看起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的。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酈將軍怎麼看了伊朗的地下飛彈基地全面復活，等於說我們剛剛看到的一系列新型的導彈也全部出籠了，而且這個伊朗他自己說的命中率100%高的驚人，到底用了哪一些新的戰術？而川普口中說他要開啟的地獄之門，會不會自己先走入地獄呢？酈將軍怎麼看？這個美伊雙方在今年6月中旬的時候，雙方簽了所謂的停戰的協議之後，那到現在為止差不多1個月的時間。這1個多月，美國跟伊朗這2個國家軍方分別在幹些什麼事情？我覺得美國是在準備這個回家休假了哈。你看到包括林肯號啊航空母艦，我們都講過很多次了吧？它上面的官兵已經200多天沒有休假，所以美國官兵心裡頭想的是不是這場戰爭告一段落以後，他們就可以回家了哈。那包括我們看到福特號也已經回去了，然後現在在美國波安，美軍在波安的一些這個空軍原來的預警機、加油機也都撤回美國本土哈。所以美軍很明顯的是在準備休假，但是這段時間伊朗在幹什麼？伊朗在挖它的導彈，從已經被這個轟它的這種地下的飛彈層裡面，再重新把它挖出來，包括無人機。那時候，這個美軍雖然說號稱對伊朗的這種無人機或者導彈的這種地下工事實施了大舉的轟炸，可是我們都研判哦，你那個轟炸可能只能將洞口炸癱而已，那裡面來講很難損失到裡面。因為去年來講，我們看到美軍用了 GBU-57那種午夜重錘的行動，這個要攻擊這個伊朗的核設施了。但是那次動員了7架的這種B2 U-04轟炸機，但是投了10幾枚的 GBU-57，可是並沒有真的破壞掉這個伊朗的核設施，證明說是伊朗很多的它的武力它的戰力來講是保存在地下的工事裡面。所以美國如果你只大洞口來講的話，
很難將它徹底的將它消滅掉。这個，所以我認為這一個月的時間，伊朗在做的工作是在恢復它的戰力哈。那美國在這個準備要休假，所以兩者之間我們就會很明顯看出來戰力的對比。那這一次哦，這個伊朗美軍為什麼可以100%的命中這個伊朗命中這個美軍的這些營防設施呢？而且命中率分別達到100%，好，它發射了3枚的導彈，同時命中在伊朗的在約旦的彈藥庫、機房還有體育館，那造成這個3名美軍官兵的陣亡。我覺得第一個原因哈，當然伊朗的導彈它有可能有某些國家給它一些新的技術，讓它能夠精進，譬如說是它可以避免更多的干擾哈。電子干擾對它來講沒辦法干擾。第二個，它的導航設施來講會更精準所以它可以命中的很精準。所以它這段時間我們看到伊朗在這導彈技術已經這個不是說是去年這個跟以色列互打的時候那種導彈的技術，它可以打得非常的精準。第二個，當然我認為說是美軍來講的話，它的攔截的技能已經這個很明顯的衰退了。我們之前美軍用的都是所謂的愛國者哈，或者是近程來講的話，它可能用霍克型的導彈來對這些導彈來實施攔截，或無人機來實施攔截。但是很明顯的看出來哈，是不是美軍來講愛國者導彈已經很明顯的不足？因為我們看到美國現在在波斯灣地區可以說是遍地烽火，除了波斯灣周邊的國家科威特、這個沙特、巴林、這個阿曼哈。這個阿聯酋等等這些國家之外，現在戰火已經分別又燒到了約旦哈，那北邊來講燒到了伊拉克、敘利亞都被燒到，所以它在這麼多的基地都可能遭受到攻擊啊，備多力分，你每個地方都要防備，那很難的說你每個地方都準備充裕的愛國者這個導彈來實施防禦，所以難免就會有空隙哈。那再加上你的導彈成本又這麼貴，所以我覺得美軍的這一波這個被伊朗打擊，確實損失是非常嚴重。那後續會怎麼樣呢？我認為川普來講的話，現在哈戰也不是，退也不是，退的話他可能會這個伊朗一定會趁勝來跟他在乘勝追擊哈，在談判桌上面會要的更多哈，包括到荷姆茲海峽的掌控權。這我想這是伊朗說這個他要達到的一個最大一個目的，就是以後荷姆茲海峽掌控權在他。好，那所以我們就看到說，伊朗他現在呢，在他的這個飛彈城在復活之際，各式的飛彈，我們剛剛也講紛紛的出籠之外呢，他的剛剛將軍幫我們講到了嘛，技術也變得更成熟，甚至精準度，伊朗號稱已經可以達到100%。那接下來這個海灣國家他們要怎麼辦呢？於是呢，是不是就使用了中國製的近程防空系統？等一下請賴老師來帶我們看。不過我們先來關心到這個，現在在一個美軍的另外一個伊朗的另外一個王牌就是現在的巴林了。它不只呢是第5艦隊的所在地，更是美國在波灣最重要的一個軍事上面的樞紐。但是呢，最近的事情就是我們看到影片這個巴林的基地一直受到攻擊之外，雷達設施也遭到摧毀，甚至前幾天伊朗還宣布成功摧毀了這個亞馬遜中心等等。公開的畫面就現在最新出爐了，竟然是看到巴林的沿岸開始部署了中國製的 FK2000近程防空系統，而且呢，一共是3套。好，帶觀眾朋友也看到這個防空系統的一些基礎的小檔案 ，CG 上面包括了飛彈、機炮，它是混合來做的一個防空系統，整合了包括了雷達、火控雷達、光電系統，搭載12枚的防空飛彈，還有6管機炮，甚至呢，它主要是專打無人機巡弋飛彈，還有低空的精準武器等等。怎麼回事？為什麼突然間用了中製武器呢？賴老師怎麼看？這個美國一定很驚訝啊，因為美國到底事先知情還是不知情啊？我想，巴林向中國大陸採購的這3套這個 FK2000。的近程的防空導彈，因為我們都知道，你要使用這樣的一個高精密的一個武器，它並不是1-2天就能夠把人員訓練出來的，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去受訓、講解、拆解、維修，甚至還要進行多次的實彈的射擊，它才能夠確定能夠使用這套的武器，所以它的時間是比較長的。那問題就在於之前美國知道還是不知道？那美國如果不知道，對美國來講一定是非常的震驚。那第二個部分裡面就是說，如果這套武器在實戰中有效的話，那這個對於整個海灣國家
會產生非常強大的影響力。因為我們都知道，海灣國家已經有若干的國家向中國大陸買武器了。例如說，我們知道沙特阿拉伯，它有跟中國大陸買導彈啊，也有跟中國大陸買防空的一個導彈，還有買這個彩虹的無人機等。它已經買很多類型的。最近啊，像埃及也在跟中國大陸談有關於買戰艦的問題，甚至海灣國家也有一些國家也在思考要向中國大陸買戰艦的問題。那如果說今天這套防空系統在80的使用是有效的話，那相信會有更多的海灣國家就爭先恐後了向中國大陸買了。為什麼？因為這個愛國者導彈去打無人機，這個真的是我們講用大炮打小鳥。因為第一個太貴了，第二個數量不夠，第三個就是美國目前來講生產製造能力在供應方面也緩不濟急。這個對於80這些國家來說，如果繼續使用愛國者導彈，真的是在經濟上是不划算。第二個呢，就到底能不能這麼有效？因為目前看起來是無效的，很多地方都被突穿了。所以對80來講，它需要一個近程的。這個近程呢，也就是說，在距離1.5公里，1.5公里很近了，我們肉眼都可以看得到的這個導彈，也就1.5公里到25公里左右的這樣的一個的武器，你要把它擊落。而且它的高度並不高，12公里左右啊。問題是在於如何有效的把它擊落。中國大陸把這些所有的武器整合在一輛機動車上，就是8輪乘以8的這個，也就是2個8輪的車輛的這樣的一個機動車上的時候，你會看到它的機動性很強，它的布防能力很強，還有就是它本身每一輛車兩側總共有12枚的這個導彈，也就是防空導彈，還有機關炮，所以它本身對於來的比較慢速的它並不是對於超高音速的導彈有效，因為它的效能已經講得很明白。對於無人機，尤其自殺式的無人機，以現在伊朗它所使用的自殺性的無人機，它會產生很有效果。第二個，對於巡弋導彈，因為我們都知道巡航導彈它的飛速是亞音速的，是比較慢，所以它也會產生效果。另外，對直升機，當然這次伊朗沒有直升機沒有用直升機作為主力，但是如果對直升機也有效果，還有對精準的炸藥也有效果，所以它的效能事實上是蠻強大的。以伊朗現在的主力來說，以巡航導彈跟無人機來講，那這塊防空近程的防空武器，它就會產生足夠的效能。我個人認為，一旦在實彈中擊落了伊朗的幾個自殺式的無人機，或者是擊落了它的一些巡航導彈的話，那當然會引起海灣國家那麼向中國大陸下更多的訂單了。好，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這些海灣國家認為說美國真的沒有辦法保護他們，他們現在自己轉向多加的使用中國大陸的武器系統來自保。那另外呢，其實不只是波灣國家非常緊張之外，美國現在在波灣地區的 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要很緊張了。最近發生的事情是路透社自己爆料的，他說呢 ，CIA 在波灣多達10處的秘密據點竟然遭到了伊朗精準打擊，其中光是3月份，我們來看到美國駐沙烏地的大使館遇襲是最受關注的，當時伊朗先用他的見證者無人機炸開了外牆，再派出第2架無人機，沿着缺口又深入的做了攻擊。現在外界懷疑說，他可以打得這麼精準，是不是有俄羅斯的幫忙？俄羅斯的衛星導航跟情報資源來去打到 CIA 內部去了呢？而 CIA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擁有許多內部很重要的設施，這當中設施包括了安全屋、情報中心，還有監控後勤點。現在最擔心的是，如果 CIA 被打穿，美國的情報網被破壞的話，這一場中東戰火會不會變得更加失控？楊老師怎麼看？其實，在就是剛開始的時候，美伊雙方的戰爭2月28號到4月6號的這段38天的這個期間，它陸續到了後期，針對就是在伊拉克巴格達首都的美國大使館的這個轟炸，那的的確確重創了美國在這個邊的整個指揮中心，還有就是 CIA 的總部。那因為那個美國大使館非常龐大，它裡面都還有這個停機坪，眾所皆知。那可是其實 CIA 在這邊的活動，尤其是在巴格達美國大使館，其實大家也都知道，那是作為它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指揮中心。因此呢，它整個防範也非常的嚴密。
平常的時候，其實就算以色列跟這個伊朗在交換飛彈的時候啊，伊朗也不會去刻意去打巴格達的大使館。但是到了今年3月開始，伊朗還有什麼客氣的，也不保留了。他當然知道，尤其是2月28號，整個哈梅尼和另外48位的高層被炸，那當然他們認為這就是 CIA 跟摩薩德的這種，就是說整個滲透伊朗所獲得的情報。才會有這樣子的效果，所以那個一方面是等於是沒有什麼忌諱，跟美國開戰；另外一方面呢，當然也是一種復仇，就針對 CIA。我是覺得現在在路透跟西方的媒體總是認為說，俄羅斯的協助一定有某種程度，因為你看到最近這一波，伊朗去打約旦的這些美軍基地哈，真的非常精準，那看着有一點覺得精神亢奮了，但是。他的這種就是擊中，使得當地的美軍都已經就是沒有任何的防備。對，那這樣子的情報的精準，伊朗自己本身做得到嗎？所以他們就合理的推論，其實的的確確，俄羅斯的航太軍以及他的情報、衛星情報，是不是有提供給伊朗？我覺得是可以合理的懷疑的哈。尤其是你像是美軍的部署啊、活動的這些分析啊，特別在約旦，因為他在前面階段被炸了之後，它很多的基地設施都移到約旦這邊來，那當然約旦也就容易變成一個這個標的。那另外就是 CIA 在這邊的影響力呢，我覺得還是不要輕忽了。因為摩薩德它的影響力還是在的。那美國的 CIA 跟摩薩德，事實上你在這個區域，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整體。好，那另外就是美國的中部總部在這邊所做的相關的這些情報，那是屬於軍事情報方面，我覺得其實大概仍然有它一定的這個布局哈。是。因此 CIA 中部總部、司令部以及以色列的摩薩德，我覺得這3個之間呢，在這個區域當然還是有它的影響力，可是都被打成這個樣子了，當然跟以前完全不能比。他現在要到伊朗再去做大規模的這個暗殺行動啊，我覺得大概已經很困難。